接下来我们来讲《了凡四训》的谦德之效。易经上说，天的道理，对于骄傲自满的，就要使他亏损，而谦虚的，要让他得到益处。地的道理也一样，高处的山水总是往下流，以填补低陷的地方。鬼神对于骄傲自满的，总要折损他，而庇护谦虚的人。人的心也是一样，骄傲自满者，必为人所憎恨。只有谦虚的人才会受人敬重。由此可见，天地鬼神都是看重谦虚的一边啊。书经上也讲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我看过很多清贫的读书人，快要发达考中的时候啊，脸上一定有片祥和而且安详的光彩发出。记得在辛未年，我跟10多个同乡一起上京复考，其中以丁敬宇的年纪最小，而且也是最谦虚。我就告诉朋友们说，丁敬宇一定会考中的。朋友就问我原因呢，我就回答说，只有谦虚的人才会承受福报。到了放榜的时候，他果然就考中了。还有浙江的冯开之，山东的赵光远，以及夏建新等人，都是在一连多次考试不中之后，大改以前骄傲自负的坏脾气，而变成了谦谦君子，然后才考中的。不过呢，有位来自江阴的考生叫张卫言，虽然呢博学多才，文章做得很好，而且颇有盛名，但是在甲午年参加考试的时候，竟然是名落孙山了。那个考官真是有眼无珠，我的文采这么高深，诗词歌赋无所不精，我怎么可能落选呢？真是太没天理了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不明事理，这一次没有考中，当然是你的文章写得不好。你又没看过我的文章，怎么会知道不好呢？写文章必须心平气和，现在看你破口大骂的样子，又怎么能写出好的文章呢？道长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考中功名全靠命运，命不该中，文章虽好也没有用。你必须先改变自己呀。既然是命，我用什么去改变呢？造命在天，立命在人。只要你尽力去做善事，多积阴德，什么福报都可以求到。可是我是个穷书生，又能做什么善事呢？做善事积阴德都是从心做出来的，只要常常存心为善，功德就会无量无边了。就像谦虚这件事又不花钱，你为什么不自我反省一下呢？自己功夫太浅，不能谦虚，反而骂考官不公平呢。从此之后张卫言就压低自己一向骄傲的志向，很留意地把持自己，
不要再走错路，天天加功夫去修善，天天加功夫去积阴德。到了丁酉年的某一天呢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呀，他自己走到一座高楼，看到一本开榜的名录，但是榜上却有很多擦掉的空格。于是他就好奇地问身边的人了，这是什么名册呀？那个人回答他说呀，是今年科举录取的名册。张美妍又问了，为什么这个名册内有那么多空格呢？那个人呢就说，阴间3年就查证一次，一定要积德和没有过失才能榜上留名啊。在空白处被擦掉的人呢，都是本来榜上有名的，因为他们做了刻薄的恶事而被擦掉的。如果你3年来能够谨慎的修身，就能够补上空缺。希望你珍重自爱，不要再犯错失了。张美妍果然在那年呀，就考取了第105名。俗话说呢，举头3尺有神明，为人莫做亏心事。这句话呀，是很有道理的呀。人生在世，凶吉祸福如何避趋呢？确实只系于一面。因此，利人修己的事，都应该赶快去做。而凶阴损人的事情，应该避免不要去做。这是可以由一个人自己去决定的呀。只要你存好心，约束一切不善的行为，丝毫不得罪天地鬼神，而且还要虚心，自己肯迁就，不骄傲，使天地鬼神事事哀怜你，这样啊，才可以有受福的根基呀。那些满怀傲气的人，一定没有远大的气量，就算是能够发达，也不会长久的享受福报呀。稍有见识的人，一定不肯把自己的度量弄得很狭窄，而拒绝自己可以得到的福利。况且谦虚的人，旁人才肯教导他，还有地方受到教导。试想想看，一个骄傲的人，谁肯去教导他呢？而且谦虚的人呢，都肯学习旁人的好处，旁人有善的行动，他就去学，那么得到的善行就无穷无尽了。这都是努力尽德修业的人所不可缺少的呀。古人有句老话，有心要求功名的，一定可以得到功名；有心要求富贵的，一定可以得到富贵。一个人有远大的志向，就像树有根一样，树有根就可以长出枝花叶来。人要立定了这种伟大的志向，必须在每一个念头上都要谦虚，即使碰到像灰尘一样极小的事情，也要使别人方便。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，自然会感动天地。而造福全在于自己，自己真心要造，就一定可以造成。像现在那些求取功名的人，当初哪有什么真心，不过是一时的兴致罢了。兴致来了就去求，兴致退了就停止。孟子对齐宣王说，大王喜欢音乐，如果到了极点，那么齐国的国运大概就可以兴旺了。但是大王喜好音乐，只是个人的追求快乐罢了。如果能把个人追求快乐的心推广到与民同乐，那么使百姓都快乐，那么齐国还有不兴旺的吗？依我看，要求取功名也是一样的，你要把求取功名的心落实到积德行善上，而且要尽心尽力的去做，持之以恒，那么命运与福报啊，
就能够由你自己来决定了。田启啊，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父亲。袁了凡先生一生行善积德，还写上4篇短文来训诫他的儿子，名为《诫子文》，也就是后来广行于世的《了凡四训》。了凡先生是个大善人，因为积极修福积德而改变了命运。增寿20余年，享年74。了凡四训这本书教人认清命运的真相，明白善恶的标准，改过迁善的方法，以及行善积德的谦虚，种种的效验。袁了凡并以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现身说法，读了使人心目豁开，信心勇气倍增，效法了凡立命精神之决心更加坚定，进而身体力行，断恶修善，由是而2个人学业事业家庭都能圆满，成圣成贤已是指日可待。好了，到此为止，了凡四训就全部讲完了，感恩。